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家族，他们鼓励近亲结婚，结果生下了一大堆长相丑陋的后代，最终导致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王朝覆灭。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哈布斯堡家族亦称奥地利家族，建立了哈布斯堡王朝，它是整个欧洲史上最具影响力、影响范围最广的皇室家族。它有多牛掰呢？曾统治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帝国、奥地利大公国、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墨西哥第二帝国等。公元6世纪，哈布斯堡家族开始往瑞士北部扩张，并于1020年筑起英堡，名为哈布斯堡，并逐渐将势力扩展到莱茵河西岸流域。进入到13世纪后半叶，德意志陷入了贫穷和纷乱之中，没有人愿意接下这个烂摊子。此时，贵族们准备把鲁道夫·冯·哈布斯堡推上王位，因为在贵族们眼里，鲁道夫昏庸无能好控制，他们想把鲁道夫打造成为政治傀儡。1273年，哈布斯堡公爵鲁道夫一世当选德意志国王。这些贵族没有想到，鲁道夫一世就是中国版的司马懿，装疯卖傻欺骗了他们所有人。在加冕为王的当天，他就开始展现自己的手腕，先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上巴伐利亚公爵路德维希二世。路德维希二世是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巴伐利亚国王，绰号童话国王。他以对艺术的狂热追求而著称，兴建了包括新天鹅堡在内的数座城堡。新天鹅城堡是德国的象征，也是迪士尼城堡的原型，去德国旅游必看的一个景点。随后，鲁道夫一世又让其余子女与国内其他手握重权的贵族们联姻。通过这一系列的政治联姻，哈布斯堡家族正式走上了崛起之路。从鲁道夫一世起，哈布斯堡家族不仅和整个欧洲上流社会维系着密切的关系，其家族的势力也已散布在欧洲各个王室，几乎是将大半个欧洲都收入了族谱中。1276年，鲁道夫一世以违反小特权为由，向波西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宣战，2年后打败对手，成功将奥地利变成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从而一跃成为与波西米亚不分伯仲的德意志强藩。此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几乎一直在波西米亚国王和奥地利大公手中流转。波西米亚国王主要出身于卢森堡家族，奥地利大公则是哈布斯堡家族。1282年12月27日，鲁道夫一世夺取奥地利与施蒂利西公国，丢给2个儿子管理，他们分别是阿尔布雷希特与鲁道夫。自此，哈布斯堡统治奥地利长达600余年。此后，该家族经历坎坷，失去一部分土地，又抢到了一些新领地，开始萎缩发育。1291年8月1日，乌里、施维茨和夏瓦尔登3个州在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中秘密结成永久同盟，瑞士联邦正式建立。此后的斗争中，哈布斯堡家族接连失利，只能逃命，于是失去了祖先创立的英堡。自此，哈布斯堡王朝的基地正式由瑞士南部的英堡转移到下奥地利的维也纳。哈布斯堡家族在失去神圣罗马地位后，继续保有奥地利与施蒂利西为领地，历任奥地利公爵都不断地扩大公国的统治范围。哈布斯堡家族将奥地利公国划分为若干个省统治，这最终导致了内外奥地利分治。1422年，内奥地利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五世迎娶了伊丽莎白，并被指定为西吉斯蒙德的继承人。1437年，西吉斯蒙德病逝，阿尔布雷希特于次年陆续继位为德意志国王、匈牙利国王及波西米亚国王。由此以后，哈布斯堡家族一直把持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直至帝国覆亡。1742年至1745年间除外。1439年，阿尔布雷希特葬身沙场，遗下一名遗腹子拉迪斯劳斯。但很不幸，哈布斯堡幼主很快被人所害，使家族丧失了对匈牙利和波西米亚的统治。1453年11月23日，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三世将奥地利公国提升为大公国，使哈布斯堡皇朝乃至奥地利在欧洲的地位都大大提高，也为皇朝的进一步扩展提供了基础。王朝也逐渐步入鼎盛期。哈布斯堡皇室的权势在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统治期间，通过皇室联姻得以进一步增强。时间是1493年至1519年，马克西米利安本人迎娶玛丽，这段姻缘将属于勃艮第公国的，自法国南部至荷兰的领地，通通并入哈布斯堡皇室领地。
马克西米利安的儿子腓力一世迎娶西班牙女王储胡安娜，开创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不过，腓力将母亲勃艮第公爵的领地也赠予西班牙王室，种下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导火线。马克西米利安的孙子，日后的神圣罗马皇帝斐迪南一世迎娶了波西米亚公主安娜。次年，斐迪南的妹妹玛丽嫁给匈牙利兼波西米亚国王拉约12世。这两段婚姻为日后奥地利吞并波西米亚和奥匈合组二元帝国埋下伏线。哈布斯堡王朝正是通过联姻在欧洲大陆的影响，使帝国的势力大大增强。马克西米利安精心安排的政治婚姻，使他的孙子查理五世成为欧洲的霸主。1516年，查理的外祖父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病逝，查理因此成为了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自此，西班牙全国、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撒丁岛、那不勒斯王国以及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都成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管制领域。1519年，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病逝，查理继承帝位，成为查理五世，并承继了家族对奥地利和阿尔萨斯的管制。此时，查理五世成了统治最多领土的欧洲君主，不过仍然不断出征，比如对付基督新教徒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入侵。因此，查理五世所统治国家的内政多由他的代理人处理。在西班牙的代理人是他的儿子腓力王子，而在奥地利的是他的弟弟斐迪南大公。虽然哈布斯堡皇朝的领地面积已冠全欧，但皇朝为扩张而进行的征战并未止歇。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于1700年绝嗣而亡，而奥地利的王朝于1740年绝后，随即被分支哈布斯堡洛林王朝取代，直至1918年，帝国被奥地利共和国取代。哈布斯堡王朝是欧洲历史上最为重要、影响力最大、统治地域最广的王室家族。该家族成员曾出任过奥地利、匈牙利、比利时、荷兰以及德国等国君主。欧洲只有英国王室能与他们媲美。如今，部分哈布斯堡王族后裔依然活跃于政坛，分别定居于奥地利、列支敦士登和德国。为何哈布斯堡王朝会绝嗣而亡，导致强大的哈布斯堡王朝灭亡呢？科学家们研究发现，乱伦和近亲结婚可能是导致这个欧洲皇室家族衰落的主要原因。哈布斯堡王室家族成员流行与他们亲属结婚的传统，理由是保持家族血统纯正，但此举却对他们的后代产生可怕的结果。这些遗传疾病在最后一位直系继承人卡洛斯二世身上的表现最明显。科学家们的研究显示，由于遗传祖先紊乱基因，卡洛斯二世至少遭受2种遗传疾病的困扰。一种是造成荷尔蒙失衡的垂体激素不足，影响了他的生长发育，8岁后才会走路。他的个子很矮，身体也相当纤瘦，而且孱弱。30岁时看起来老态龙钟，腿、脚、腹部以及脸上都浮肿。在他去世前的几年，他几乎不能自己站立。第二种是肾疾。此外，卡洛斯二世还患有家族成员特有的下颌前凸畸形，他的舌头很大，以至于他说话困难。卡洛斯二世4岁后才会讲话，而且经常流口水。他的头也太大，肠道位置颠倒，身体经常抽搐等。他们家族的成员到后来越来越丑。尽管卡洛斯二世身体畸形，并有严重的健康问题，但他依然结过2次婚，希望继续维持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但是直到他39岁去世，也没有留下任何继承人。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的直系从此灭亡。在卡洛斯二世之前的200年中，11次婚姻中有9次是近亲关系，包括2对舅舅和外甥女的婚姻，2对第1代堂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卡洛斯二世的父亲腓力四世是他母亲的舅舅，他的曾祖父腓力二世也是他曾祖母的舅舅，他的外祖母同时也是他的姑姑。最近我正在读《诸王的欧洲》这本书，作者从1642至1792年150年的时间里筛选了20个故事，在每一个故事中，哈布斯堡都没有缺席。这是一部聚焦17至18世纪的宫廷政治权力游戏，是现实版《冰与火之歌》。7位皇帝，20余位国王，9位沙皇，9位选帝侯。我们熟知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太阳王路易14、蓬巴杜夫人、法国断头皇后等书中均有涉猎。本书为帮助大家读懂欧洲史复杂人物关系，围绕书中20个故事，配套了20张人物关系图。
另外还配有一张欧洲王室世系表，辅助读者了解复杂的欧洲王室关系。喜欢的朋友点击下方小黄车购买。1700年，卡洛斯二世逝世，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绝嗣。174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去世，玛利亚特蕾莎继承了他奥地利大公、波西米亚和匈牙利的王位。1806年，弗朗茨二世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神圣罗马帝国覆灭。1866年，在普奥战争中战败，奥地利帝国被迫解散德意志联邦，同时被迫将威尼斯归还给普鲁士的同盟意大利。1867年，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加冕成为匈牙利国王，奥匈帝国成立。1918年，哈布斯堡家族最后一个皇帝卡尔一世放弃皇位，奥匈帝国最后解体。末代哈布斯堡皇帝因一战失败、反战情绪高涨等原因被奥地利国民议会驱逐。二战前，哈布斯堡看穿纳粹德国企图吞并奥地利的野心，因反对纳粹而受到迫害，被迫流亡美国。二战后，奥地利终于脱离德国的魔爪，却又迎来美苏的分区占领，直到1955年才终于重新独立。哈布斯堡族长心心念念，在声称永远放弃王位后，回到奥地利家乡。他担任欧盟议员期间，在推倒柏林墙、开放奥匈边境上做出巨大贡献，赢得了人民的赞誉和尊敬。奥地利的民众也甘愿尊称他为大公。在近几年，奥地利政府也给予了哈布斯堡族长国葬的待遇。奥地利从民众到政府完全接纳了新时代的哈布斯堡家族。那么问题来了，哈布斯堡家族还能重塑辉煌呢？